巅峰之战司法岛，世界记住了草帽海贼团，我们记住了海贼王。在海贼王的汽水之都和司法岛是这部非典型热血动漫的巅峰篇章，草帽海贼团出海以来遇到的最严酷的危机。所谓集大成之作，海贼王司法岛一战体现的淋漓尽致。这是一个胸襟宽广的作者展示出的世界格局，撼动天地的自古都是赤子之心。汽水之都到司法岛是承上启下的转折剧情，一路顺风顺水搅天灭地的草帽海贼团在这里开篇就一直在失去伙伴、信任、名誉，剧情急转直下，他们不再是平素里恣意妄为的模样，沉重的不像原来那个热血搞笑的故事，就好像汽水之都大海啸前夕的退潮，退得越远，袭来的量必越大越恐怖。同样的，经历了黑暗前夜的路飞一伙人上演了一场破釜沉舟、荡气回肠的盛大战役。也是从这里开始，海贼王被正式封神了。面对一场大战，路飞一伙人体现了史无前例的团结。他们从知道罗宾为了大家牺牲自己，就毫不犹豫地踏上那辆不会停下来的海列车，头破血流也要在正义之门抢回伙伴。我们看到了一部动漫再次体现出的厚重。可以说，司法岛篇无论从主角人物自身还是从政治背景，都通过作者的刻画让这个故事得到升华。阴霾笼罩，往长远说，司法岛事件其实是罗宾一出场就放出的长线。那是早在沙之火的时候，此时的罗宾还处在黑暗中的一枚炸弹，神秘莫测，并且站在克洛克达尔一方。从他被路飞蛮横的救起，笼罩他的黑暗就透进了一道光。罗宾先是拒绝路飞的施救，他说：“我已经没有活下去的动力了。”路飞的回答是：“我干嘛非要听你的呢？”于是罗宾上了船，决定再给自己的人生一个机会，把之后的命运和草帽海贼团绑在了一起。把罗宾比作引子，那随之而来的轻质和 CP9 就是他招引而来的危机。围绕在这一危机外圈的还有助推事件梅利号。在此之前，梅利号从东海一路历经百战，损伤严重，进入伟大航路时撞上布拉，路飞的宝座羊头断裂，连帆杆也一并折断。上空岛前被贝拉米伤成两截，虽然通过修缮改造成了飞行的模样，但这几乎是一处致命伤。上空岛后，乌索普看到船龄自己修补，但纵使这样，从空岛高空坠落的梅利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所以路飞一伙人要去七水之都，因为他们听到那里有全世界最好的工匠，就连娜美都可以花掉所有的钱只为修好梅利。这是伙伴之间的羁绊，梅利对草帽一伙而言不单单是一艘船那么简单。可事实上，梅利号真的走不动了，就算是最好的工匠也没有办法修好一艘龙骨断裂的船。卡库的检查和之后法兰奇的结论都已经给他判了死刑，梅利气数已尽。作为船长的路飞经历了难以置信和愤怒，但他不能止步于此，最终决定告别梅利，换船继续航行，由此引发了乌索普退出的极端行为。事态发展让草帽一伙几乎面临内部瓦解的境地，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尾田塑造人物的前后高度统一。草会射线浮现千里，乌索普的自卑是早已埋下的种子。路飞心直口快，被乌索普激怒后差点说出太过分的话，山之一脚踹飞打断。温柔绅士的他明白，有些话说出口就再难挽回。自卑又要强的乌索普向路飞发出决斗挑战，战败之后，乔巴要去治疗，被山治拦下，维护了失败者的自尊心。路飞沉重的哭泣，娜美陪着哭到心碎。索隆一番责任如释的话，延续了他一贯的大局思维。这就是船长吧，不要迷茫，要是你犹豫不决的话，我们应该相信谁呢？路飞此刻也得到了内心的成长，他是大智若愚的人，也是幼稚任性的人，但他始终是一个好船长，靠的是自身的人格魅力和对伙伴的真挚，而不是功于心计的权谋。了解了船长的沉重，说话做事才能掷地有声。有过了犹豫和茫然，在坚定认真之后，才能义无反顾。在这一片段，罗宾不告而别，谋杀冰岛嫌疑又被灌到路飞索隆身上，梅利无法前行，乌索普拒绝换船，退出草帽。而战斗方面，前有海军大将轻质一动不动秒三大主力，后是弗兰奇抢走路飞他们空岛得来的钱，把自己改装一新，打得路飞无招架之力，加之 CP9 成员的六世让人心有余悸。于是这一篇章中最大的看点编织形成，多线并行的故事造成了草帽海贼团四面楚歌的大危机。这次之后，路飞身边的人才体现出了无法撼动的凝聚力，他们也知道不管未来还会遇到什么，
但这一伙人再也不会怀疑彼此，怀疑自己的船长。要突破重围去成长，就要经历磨难和考验。背景升级，剧情在弗兰奇与师傅汤姆先生的羁绊之中瞬间升级。这不再是过去一己私欲或邪恶自私的反派情节，我们第一次看到了海贼王剧情中心的重要线索——古代兵器冥王。借着汤姆、冰山与弗兰奇对冥王图纸的守护，让人看到了世界政府为追求力量而不择手段的丑恶嘴脸。从司法岛开始，这部动画不再是单纯的热血格斗和搞笑，尾田将人性的阴暗面化作世界政府这一反面势力，让我们看到强权对个体的残暴行为。海贼王的世界似乎打破闭次元，让人真实感受到了对抗与无奈。尾田借路飞之手，把自己对社会和历史的考量释放出来，拔高了海贼的世界格局，让路飞上升到救世主的地位。虽然我们知道路飞无心改变世界，但他一路走来已经改变了无数人，解放了国家，推翻了无数恶势力。世界政府为了获取冥王图纸，让 CP9 在水之都卧底5年。我们一开始以为友好的几个船工，实则都是政府的卧底。而为了保护图纸，弗兰奇其实改名换姓，隐藏自己的过去。我们看到他抢路飞的钱，打伤乌索普，但最后他又让人看到重情义的一面。最让人心疼的罗宾，他嫁祸草帽海贼团，刺杀了市长冰山，冷漠的不辞而别，实则为了保护全船的伙伴，为此宁愿牺牲整个世界。在汽水之都，我们都被这些精巧的反转牵着鼻子走，一层层拨开云雾见青天。一切真相大白之后，草帽一伙人才真正开始了他们讨伐敌人的战争。正是因为前期铺垫了足够多的火线，积压了让人爆发能量的情绪，司法岛一战才打得经典，每个人物的动机都充分又符合人物的性格。对路飞而言，这是一场必须赢的战斗，不为其他，只为伙伴。成长之痛，就好比打怪升级，路飞等人的成长贯穿了司法岛整个篇章。在此之前，他们一伙人的敌人基本都属于单纯的反派，没有过多的人物背景。从司法岛开始，路飞便与世界为敌了。不管是之前的阿龙，还是之后的天龙人，其实都不是普通的坏人，而是代表了一种强大的体制。路飞便是一种打破体制的角色，这是尾田精心布置的政治隐喻。遇强则强的路飞一直是边战斗边升级的，这次的战斗提升是整个前半部分的跳跃。CP9 的恐怖实力让草帽海贼团这次吃尽了苦头，每个人都被逼入绝境，又正是因为面对强敌，所有人都被迫展现了最大化的战斗模式。不光是路飞、索隆、山治这三大主力屡遭挫败，最后爆发，就连娜美、乔巴、乌索普都有惊人的战斗表现。团队协作和单打独斗，尤其路飞与陆奇的对决，不光凭能力，就连体力也是消耗的双方都枯竭，可谓一场苦战。司法岛之后，直至今日，我们再也没有看到过草帽海贼团1对1的经典格斗场面。这一篇章每一个对决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我们就来1对1讲述每个人在这一篇章面对不同敌人的成长。路飞 PK 乌索普，从东海一路走来的冒险过程中，路飞已经越来越强大，团队之间的默契自然也慢慢成熟了。他们氛围一直都欢乐融洽，纵使我们知道大家需要提升实力，但绝没有想到他们会有内部矛盾。仔细想来，有时候真的只有经历过一些事情才能成长。这群伙伴走向成熟的过程中，这场内部矛盾爆发有着充分的合理需求。路飞和乌索普决斗已经不仅仅是为了美丽这么简单，至少对乌索普来说不是的。乌索普不光是在赌气，更多的是在恐惧。对路飞而言，打败乌索普，我想比他放弃梅利号还痛苦。伙伴对他来说，某种程度比 One Piece 还重要。他喜欢的是和大家一起去冒险，一起完成梦想。我们甚至可以理解为，保护伙伴也是路飞的梦想和目标。但是乌索普此时的心理状态却没有完全和路飞等人同步，他的懦弱和挫败让他害怕自己成为拖后腿的那一个。这种恐惧让他选择保护自己的自尊心。他们这一架不光是能力的提升，也是彼此内心的成长的刻画，同时带动了所有伙伴之间的信任产生细微的流离。从路飞小心翼翼问娜美，你现在在想什么，可以看出他其实才是内心最挣扎的那个。路飞也感受到了乌索普的离开，让娜美无意间疏远了自己。这种感觉加剧了伤痛，同时也加速了大家的成长。别忘了，他们全都是10几岁的孩子，谁都没有办法用成年人的思维来决定自己的举动。
对比路飞在打败乌索普之前和之后的状态，好像能找到一些我们自己年少时做出某个重大决定之后的改变。这也是海贼让我们喜爱的地方，它不光陪伴我们成长，还教会了我们如何面对成长带来的内心变化。路飞 PK 布鲁诺，二党第一次出现就是对战门门果实能力者布鲁诺。路飞说自己是第一次面对陆奇之后明白自己必须变强，但我看其实每一次路飞面对强敌都在默默下着决心。从 CP9 一招秒到二档火力全开，几招印章加火箭炮就击败布鲁诺，这是路飞对橡胶果实的第一次全面开发。之前还觉得橡胶果实总是矮人一头，尤其是面对自然系，但尾田用他的想象力告诉我们恶魔果实更多的可能性。从布鲁诺惊恐路飞的学习能力，我们就知道这场仗稳赢了。之后只要路飞档位一开，我们必然热血沸腾。有人说路飞的档位和霸气是给主角装逼用的，我真的听了想打人。在打败布鲁诺之前，路飞说过什么？就算他们并不强，我也需要他们在我身边。若我不变得比任何人都强，就会失去他们。为了不失去任何人，让大家都能安全地留在身边，你已经不是我的对手了。能在这里碰到你们真是太好了，这样我就不会失去伙伴。开二档他消耗的是生命，有人捡兽来耍帅的吗？路飞 PK 陆奇，这场硬实力比拼是路飞第一次让我感觉到是在殊死搏斗，没有任何外力因素，也不靠任何果实相克的设定，光是陆奇的体术就已经让路飞招架不及。这一阶段路飞的力量速度在二档都无法压制豹子化的陆奇，只能互相牵制打持久战。虽然很不想承认陆奇的厉害，但他毕竟是目前最强大的敌人，而路飞的信念也是无人能及的。那句在打到你之前我不会倒下，也让人印象深刻。最后陆奇也被逼到耗尽体力，大招六王枪重伤路飞，打算结束这场缠斗。这一招六王枪都是穿透他身体，连墙都打碎了，一时半会儿也吃不消。但是有伙伴的呼喊，他又凭着超强的毅力站了起来，全力迸发最强一击，赢了陆奇。这一场打得辛苦，但不可谓一次强敌遭遇战。我们在之后路飞对战卡二也看得出来，他在遇到强敌时成长的速度之惊人。这是路飞第一次挂档上阵，运用能力上远不如后期来的灵活自如，但是主角的成长从没有一蹴而就的。海贼的世界也并不是一个靠主角光环就能说服观众的设定。索隆 PK 卡库，除路飞之外，草帽海贼团的其他单人战斗就属索隆精彩了，并且因为武器的缘故，往往都让他正好遇到同一挂的敌人。这次的卡库也是用刀的，还是4刀流。不过比较搞笑的是，他用脚甩出的风脚威力虽然很大，但看上去并没有手持刀好用。卡库在得到能力之前就已经很强了，目测体术排在陆基之下。倒霉的就是他在不知道自己会得到什么果实的情况下，就贸然吃下了恶魔果实，这就和买盲盒一样，风险系数很高。结果真就是他当时无法掌控的动物系，还是大型长颈鹿，完全削弱了卡库自身的灵活战斗能力。CP9 的铁块让索隆一筹莫展，但战斗中见招拆招，索隆的狮子哥哥也让卡库躲了过去，没有接。看得出来铁块也有强弱之分，并且索隆释放鬼气的时候，卡库显然内心起了变化。无论实力是否悬殊，气势上索隆从来没有松懈过，最后也是抓住了卡库慌神的机会，终于打败了他。一开始因为乌索普不小心把手和索隆靠在了一起，打起来像一场闹剧，但后期完全无障碍战斗的索隆才是站到了自己的战场。山治 PK 加布拉，山治的第一个敌人其实是卡利法，他败在自己的执拗的骑士道上，我死也不会踢女人，被他贯彻到底，连命都不要。现在结合万国篇看，让我更深刻地感受到了他的温柔，忠于自己的原则，始终是那个原谅女人的谎言的绅士。但真正的战斗，值得说的是山治对战加布拉。与加布拉战斗时，强大的恶魔风脚真是有帅到我。比起路飞、索隆那些抢眼帅气的高光时刻，山治给人的感受更加温柔细腻，不那么夺目，却必不可缺。我们当然知道索隆也有他的温柔，可是骄傲属性让他无法像山治一样可以自然地流露出对别人的关心。山治在海雷车上看到弗兰奇就打，骂道：“就是你欺负我家长鼻子的！”又从加布拉手下救下乌索普。如果没有山治，可能路飞脱口而出的话将让这个团队的裂痕无法弥补。如果没有山治，海列车上就没有打头阵的先锋。乌索普被自己无能感到失落，他看着压制加布拉的山治，又开始自我怀疑。
但是山治告诉乌索普的这句话，让每一个曾经怀疑自己的人都从中得到了安慰。他说，每个人都有擅长和不擅长的事儿，我做不到的事情你来做，你做不到的事情我来做，这就是伙伴之间的理解和包容。打败加布拉是在司法岛真正完成的一次战斗， CP9 的岳部就是从这以后被山治记在心里，收入囊中的，这是山治战力的一大提升，包括2年后 CP9 的战斗方式都在影响着他。乔巴 PK 琼斯魏许，乔巴与魏许的战斗相信是很多人的泪点。虽然知道草帽海贼团遇到大危机都是全民皆兵的，但乔巴还是太让人心疼了。他是唯一一个我们一开始就看出来和对手真的无法匹敌，可是我们不会怪他，因为他已经拼尽了全力。他一次又一次站起来迎上去，最后孤注一掷吃下了3颗蓝波球。变成怪物的乔巴敌我不分，痛苦麻木，可是他一心想救出罗宾，想尽自己的一份力，只要可以打败对手，他们就多了一份希望。于是他决定失去理智，让自己变成那个让人心疼的怪物。我是为了拯救伙伴而战斗的，我可是大家的希望啊！我也想为了拯救伙伴而拼上性命。乔巴每一次站起来对自己说的这些话，都是他拼死时刻的自语，看得让人泪目。每一个人在司法岛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也贯彻了一致的信念。娜美 PK 卡利法，山治对战卡利法失败后遇到娜美，这一棒就被娜美接过去了。面对黄花果实，我一时半会儿也琢磨不清这仗该怎么打。娜美是所有人里体术技能最弱的一个，全凭天后棒加持才有了相应的战斗力。但是天后棒使用需要时间，前期他们2个人的战斗中，娜美还是动了脑筋，部署下了头顶的雷云。娜美的脑子应该是转得最快的一个，在罗宾上船之前，也只有他保持全天智商在线，而这次无一例外，他靠的还是自己小贼猫的巧劲儿，战胜了卡利法。天后棒让他放大运用了航海士的知识，在使用条件上完全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他始终是所有人后盾一样的存在，一路御风逐浪而来，都是他为大家保驾护航。乌索普的成长，在司法岛整个篇章，乌索普的人物弧光起着关键性作用。进入战斗后，乌索普前后和加布拉、卡库都交过手，但是无论再怎么努力，现在的他都没有办法独自挑战 CP9。他对路飞说的那句“如果你想成为海贼王，是需要强大的伙伴的”，并不是他的玩笑话，是他真的意识到自己的弱小。如果他手里用来修船的钱换作是索隆和山治拿着，便不会出现这种问题。这种想法导致乌索普不断否定自己，并且无法原谅自己。但是他是狙击手啊，在战斗中最重要的掩护和辅助。在罗宾即将被送进正义之门的关头，我们看到一个狙击手真正变成狙击王的瞬间，枪无法达到的射程，让他的攻击自带天然决胜的屏障。这次他找到了自己的站位，发挥了至高重要的作用。这一切少不了山治的鼓励，但更多的是乌索普内心下了决定，要让自己有所作为。为了同伴，他愿意放下脆弱的自尊，选择一起出海。即使当时他已经离开草帽海贼团，但他还是追随着自己的归宿而去。他摘下面具，对已经不能动弹的路飞说：“路飞，你在干什么？快起来，打败他，我们一起回去啊！”经过了司法岛，乌索普才真正上了路飞的船，并且成为了勇敢的海上战士。罗宾的意志，遇见路飞之前的罗宾在这世上始终是无根的，他随时准备背叛，随时准备逃离，始终惶惶不安。只要他活着，这世界上就会有想要复活古代兵器的人把他当作目标，所以他曾选择过放弃生命。他20年来一味的逃跑和躲藏，真的累了。其实我想罗宾可能真的后悔上了路飞的船，如果没有遇到这群人，他就不会再继续抱有希望，不会在世间留有牵挂。最可怕的人就是没有弱点的人，但他这次真的被人抓中了弱点，路飞一伙成了威胁他的武器。明白了一切的路飞势必会不顾一切把罗宾从政府手里抢回来，可他的坚持一开始还无法战胜罗宾心里对屠魔令的恐怖阴影。直到他明白了是谁在折磨他的伙伴，于是他明确了目标：世界政府。狙击王，给我把那面旗子射穿！就算与世界最强大的组织为敌，路飞果不其然说道：“正合我意。”司法岛战前那一段呐喊，几乎是海贼王最经典的段落。罗宾，我要听你亲口说你想活下去。我想活下去，带我一起去看大海吧。每回顾到这里，都让人不由战栗。在最后，
罗宾在正义之门前用牙咬着桥边不放，他此时已充满了希望，不愿放弃一丝一毫活下去的可能。这一段看得让人难过极了。好在最后斯班达姆被罗宾决绝的拦腰掰折了，恨恨出了这口气。这是草帽海贼团的第7人尼克罗宾，这一路虽然经历万难，但他始终等到了值得托付的伙伴。弗兰奇的转变，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对弗兰奇的第一印象是好的。弗兰奇出场就是整天打家劫舍、恶名昭彰的混混。在看到弗兰奇真容之前，草帽团以及我们对他的态度大多都是十分愤怒与不满的，因为弗兰奇碰触底线，伤害伙伴。如果仅仅抢了钱，恐怕大家不会如此愤怒，但那是为了修梅利号的钱，所以乌索普2次上门去抢被打重伤，弗兰奇也因此被路飞等人集体仇视，甚至拆了弗兰奇之家。这恩怨不是可以轻易抵消的。后来为了引出路飞，他们冤冤相报，弗兰奇还想着要把乌索普当作人质，结果听了乌索普和梅利号的故事，这家伙就感动得不得了了，一点儿不惜泪的嚎啕大哭。看到路飞一伙为了罗宾愿意与世界为敌，他又一次感动得泪流满面。至此，弗兰奇一家和草帽海贼团算是彻底和解了。所谓真性情，大概就是弗兰奇这样了。知道了罗宾和草帽一伙的故事，弗兰奇当机立断，拿起冥王图纸，一把火点了。斯潘达姆的计划被他破坏，但是并没有阻挡他继续作恶。于是弗兰奇加入草帽战队，成功把自己从一个小镇青年变成了悬赏犯，最后离开家乡，走上犯罪道路，加入草帽海贼团。他要看着自己用宝树亚当亲手制作的桑尼号长行到世界尽头，让它成为梦想之船。美丽的告别，是海贼王告诉我们奇迹它真的存在。乌索普那声呐喊，跳下去，我们还有一位同伴，这是奇迹发生的召唤。我们都以为海啸来临时，梅丽被放出船屋一定尸骨无存，但是谁能想到他凭着冰山的修复走完了最重要也是最后一段旅程。梅丽见证了大家的所有冒险，带领他们越过东海，翻过红土大陆，到达传说中的空岛。有了梅丽号的陪伴，海贼王才能跨过红土大陆。梅丽无怨无悔游着路飞湖来，上天遁地，早已成为他们最重要的伙伴之一。不得不提烧船送行，是司法岛篇章的尾声，也是最悲伤的一幕。原本一脸严肃的路飞听见传灵说，对不起，我还想带着大家一起走得更远，还好想和你们一起继续冒险，但是我很幸运。船长再无法强忍泪水对梅利号道歉，要说对不起的是我不会是舵了，把你撞上冰山，还弄破过帆。索隆山治也是白痴，乌索普会修理，但也很笨。说到泣不成声。最后梅利号说，但是我很幸福。海贼王的第一艘船完成了他的使命，这是草帽海贼团失去的第一个伙伴。从此以后，草帽海贼团也许不会再遇到过超过美丽的奇迹。看到这里，我也好想说，能看到这样的海贼王，我很幸福啊。再次出发，整个司法岛事件让人绝望的其实并不是敌人的强大，我们始终知道路飞会赢，尽管再难他都会战胜强敌。但是真正让人揪心的地方是路飞一伙人的分崩离析。性格诡异的一伙人突然让我们看到了人与人之间最真实的冲突。这次矛盾发挥的作用也再一次让每个人更多为立体。此役过后，草帽海贼团一伙真正站在了世界面前，走入了我们青春少年时，激励着平凡世界中的我们坚持梦想，勇敢做自己。这里还有事件的另一个始作俑者青雉，我一直在想他在司法岛起的作用。青雉的内心一定是想让罗宾活下去的，因为萨乌罗舍命的保护，他会想留下罗宾这颗种子，让他自生自灭或者生根发芽。青雉当然对政府的决定有保留意见，但身为海军的他无法做出什么改变。最后撤回屠魔令也是表明了一种态度。路飞一伙人走来的种种行为总是有着这种撼动别人的力量。青雉最后把罗宾交给路飞，并开始对自己坚信的正义产生质疑。他内心发生的转折可以说给他后来脱离海军的一系列举动埋下了伏笔。因为司法岛太过好看，很多人甚至会说司法岛之后再无海贼王。它虽然很沉重，但我们看到了一部动画片可以表达的主题之宏大。虽不及顶山战争惨烈，但有失有得，伙伴情谊的升华在跌宕起伏中让人动容。就连尾田自己都在采访中说过，
画完司法岛，我感觉就完了，怕是再也画不出这样的故事了。但我依然期待海贼王的每一篇章，正因为有不同的篇章的冒险，串联起了整个海贼世界的奇异之旅。如果说司法岛是前半段的基石，那这部动画片必将走向更高的成就。例如我们又看了顶上战争、愚人岛、万国岛、和之国。路飞一伙的冒险还远没有结束，整个故事如青雉所言，奥哈拉还没有灭亡。罗宾一定可以读到全部的历史正文，弗兰奇一定可以看到自己的梦想之船走到世界尽头，索隆会成为大剑豪，山治会找到欧布柳，娜美会画出世界地图，乔巴会做出万能药，乌索普已经是一位勇敢的海上战士了。知道这一切，我们也知道路飞一定会成为海贼王。